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上一集我们讨论到了亚成鸟照顾应该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在这些鸟类尚未换成成鸟羽毛的这段期间，我们通常叫它们亚成鸟。到了换了羽毛，渐渐长大以后，也就是这一集要来讲到所谓的成鸟咯。在今天影片主题正式开始之前，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很喜欢养鸟，但是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欢迎各位按下订阅哦。每一位订阅者对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第一点，为什么鹦鹉会吃自己的排泄物？这个冷知识是非常多鸟友私讯问我的问题。在鹦鹉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总是让饲主满头问号，不知道家里的鸟宝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明明有给食物，却是会去啃食自己的排泄物。这个问题有几个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人家是认为有些动物在身体缺乏某些矿物质或者是营养的时候，因为关在笼子里面，它们不像是在大自然当中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去抓取所需要的营养，所以就会把自己的排泄物吃下，进而去获得某些特定的营养。而第二种说法，是因为动物的好奇心，觉得无聊的时候就会想要什么东西都吃吃看，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都不能吃，就让饲主觉得非常尴尬。其实在野外的鸟类较少会接触到自己的粪便，更别说是食粪的行为，其实更是罕见，几乎只有发生在宠物鸟身上。而数据跟实验也不够充分，这些都有待科学考证之后再陆续跟大家分享咯。第二点，鹦鹉晚上睡觉几乎不排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鹦鹉早上第一次的排便会特别的大。虽然鹦鹉的粪便几乎没有味道，但是有时候早晨的这个第一次偶尔会让饲主吓到，觉得怎么这么震撼。以我的观察，鹦鹉它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是几乎不排便的，在将近6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当中所累积的分量，都会一次排出。在幼鸟时期较不容易观察到此现象，大多在成鸟的时候比较容易观察到这个状况。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先不要太紧张，这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哦。第三点，鹦鹉跟小孩一样会叛逆。在成鸟过后，虽然个性跟亚成鸟比较起来已经相对的比较稳定，不过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会观察到它们跟成鸟一样有叛逆又调皮的个性，像是吵闹着就是要出笼玩，没有放它们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大叫，即使已经换过羽毛变成一只所谓的成鸟了，还是难以遮盖它们如同小孩子般那种童心与淘气。当然也需要饲主在这段期间加以陪伴与爱护，才能够抚慰它们的心灵哦。第四点，鹦鹉其实是可以吃水煮肉的。很多人以为鹦鹉是吃素的，但其实动物性的蛋白质，它们在野外的鹦鹉也是会去摄食的种类。所以说有些饲主也会给予低油脂的水煮鸡肉，很多中大型的鹦鹉也会意外的很喜欢。不过如果有吃肉类的话，也可能导致它们的粪便具有异味，较不容易清理，所以大多也是比较少见到喂食肉类的状况发生。但是总而言之，其实鹦鹉它们并不是完全不能吃肉的哦。第五点，羽毛颜色会变。鹦鹉从小到大的羽毛大致上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但是如果仔细的观察，它们的羽毛在经过1年又1年的换羽之后，可是会有不一样的变化的。以金太阳为例，在出生之后，它们的身上会偏绿，包括了背部翅膀都以绿色为主。但是换过羽毛之后，我们会发现它们的颜色竟然会越来越金，也更加的亮丽。如果搭配足够的营养与均衡的饮食，也会有毛色亮晶晶的感觉。不过也是有些鹦鹉它颜色变化比较不明显啦，像是灰鹦鹉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哦。第六点，鹦鹉的脚趾。大家有没有曾经仔细观察过家里鹦鹉的脚趾，其实跟一般台湾所看到的野鸟，例如八哥、绿袖眼都不太一样呢？鹦鹉的脚趾是呈现前面2指、后面2指的，这样子的设计叫做对指，而这样子的结构可以帮助鹦鹉它们抓握的时候更有力量，这也是它们能够用手抓东西吃的一大原因。脚趾上面还会覆盖一层像鳞片的物质，随着年纪增长，也会变得更加的粗糙，也更加的明显。在鹰形目的鸟类当中，算是蛮明显的特征哦。第7点，冷知识是它们的瞳孔其实是会动的。有些鹦鹉它们在幼鸟时期可能比较不容易观察出来，因为眼睛的颜色在小时候大概都不会有变色，但是大概1岁过后，有些种类的鹦鹉就会发现它们的眼睛变化得很明显。特别的是，它们的瞳孔也会随着心情起伏而改变大小，这些也都让饲主可以偷偷从这边看出鹦鹉的小心机。
瞳孔的变化也影响着在野外飞行时的进光量，而调节成适合飞行的状态与模式。所以其实鹦鹉的瞳孔是会动的哦。第8点，鹦鹉不是色盲。很多饲养狗狗的饲主对于狗的传统印象里，会认为它们对于色彩的辨识力较差。但是对于鹦鹉这种鸟类，它们在颜色的分辨上是特别的敏感的。有时放澡盆想要让它们洗澡，如果看到红色就不太爱进去，但如果是白色或者是透明的，它们就比较容易去做尝试。瑞典隆德大学的行为生物学家也表示，鸟类对于光线与颜色是极为敏感的，甚至透过一些实验去证明了鹦鹉可以看见紫外光。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鹦鹉是色盲了，它们的视力可是比人类还要好呢。第9点，出卖心情的羽毛。鸟类在遇到危险时会蓬起羽毛，试图壮大自己的身体来去吓退敌人。它们在发情或者是示爱的时候，也会出现羽毛形态的改变。它们的羽毛变化会随着心情而改变，同时这样子的特色也同时出卖了它们。它们在撒娇的时候，幸福洋溢的表情都藏不住；而生气的时候，当饲主观察到它们羽毛有变化，可以先让饲主往后退一步。所以只要了解它们的羽毛所对应的心情，就可以提早预测它们下一个行为与动作咯。第10点，鹦鹉奶粉不是奶。我们常常听到鹦鹉的幼鸟要喂奶，但是鹦鹉的奶粉其实根本不是奶。鹦鹉的奶粉的成分大部分是谷粉、坚果粉、维生素以及营养品，还有蔬果粉，最后可能也会有香料。当然，鹦鹉的身体是没有办法代谢乳糖的。我们常见的奶粉当中，它的成分也是完全没有牛乳的哦。所以说大家可别误会，一听到鹦鹉要喂奶，就马上把冰箱里的牛乳给鹦鹉喝了。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带各位认识了10个鹦鹉的冷知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补充的，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其实鹦鹉还有很多神奇有趣的小故事，接下来就陆续跟大家分享介绍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并且分享，也可以订阅我的3个频道，一起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我是 Jack，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